我在坟地直播求婚，错把千年鬼帝当成临时演员，眼看鬼帝就要魔化暴走，我一把将10元钻戒戴在他的无名指上，贴在他的耳边开口：“我来娶你了。”可等了半天后，少女只是目光呆滞的看着我，弯腰贴近我面前，缓缓开口：“为什么让我等了这么久？为什么现在才来娶我？”闻言，我心里一颤，100元请来的群演演技堪比影后。下一秒，四周阴风四起，巨石四散，女孩紧紧握住我的手腕，满含哭腔大喊：“你知道这几千年我有多孤独吗？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瞬间被惊人的气势震飞出去，此时我也终于反应过来，这3毛钱爆破特效也太真了。就在这时，女孩身后露出魔化的眼睛，半张脸也开始了变化。这一刻，直播也忽然失去了信号，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连忙想要逃走。可在我扭头的一瞬间，忽然愣住，只因女孩在凝视着那枚戒指的同时，泪水也止不住滑落脸颊，哽咽地说道：“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不要再留我一个人了。”这句话也让我陷入了回忆。从小便被父母抛弃，无依无靠，孤独的生活在孤儿院，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孤独的睡去。梦中我曾无数次呼喊：“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眼前的女孩和童年的身影逐渐重叠，我伸出手抚摸女孩的头发，从盒子里取出准备好的戒指，轻轻戴在了女孩的无名指上，一把将女孩娇小的身体抱在怀里，轻声说道：“我回来娶你了。”此时女孩的魔化也逐渐消失，可她的身体忽然爆发一股惊人的气势，我的头猛地砸在树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了眼睛，剧组人员都齐齐地望向我，我摸着脑袋询问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女孩人呢？然而导演他们也是一脸懵逼。昨晚那阵大风过后，所有人都陷入了昏迷，就连摄像机也被吹倒了，啥也没拍到。不过我的账号倒是一夜间涨粉100万。告别剧组后，我回到了家中，昨晚的遭遇想来肯定是一场梦，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这么扯淡的事？肯定是脑袋撞树上产生的幻觉。不一会，我就躺在床上睡着了，不知不觉就一觉睡到了半夜。当我迷迷糊糊找手机时，手上却传来一股丝滑的触感，身体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压住。抬头看去，只见白发红眸的女孩正坐在我的身上，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我还在梦中没有醒来？既然是梦，那梦境应该也会随我的意识改变。于是我双手合十，口中喃喃道：“我看不见，我看不见。”然而面前的女孩没有丝毫变化，女孩歪着头，一脸诧异地看着我这一连串怪异的举动。卧槽，这招怎么不好使啊？难道是太累了导致无法脱离梦境？于是我决定动用杀手锏，利用痛觉清醒过来。随后我用右手抓向另一只手的食指，只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响彻周围。我撅着屁股痛苦地躺在地上。少女好奇地询问我这是在做什么，我顿时惊醒，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接着壮着胆子摸了摸少女，确认了她有尸体。我结巴地开口询问：“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这时她却握住了我的手，缓缓开口：“相公，我当然是来见你啦。”我顿时当场石化，没想到昨晚只是为了上网络热门编出的剧本，小女鬼竟然当真了。难道我真的要娶个女鬼老婆不成？一个死了上千年的女鬼，我可提不起兴趣。她看我不想认账的样子，开口质疑道：“难道又想要抛弃我？”我不想再这么误会下去，刚准备解释昨晚的事情，然而话还没说出口，一股阴风就席卷屋内，少女的情绪剧烈波动。你想要解释什么？见状，我立刻就怂了，保命才是最重要的。接着紧紧握住了女孩的手。昨晚的事儿，我自然没有忘记，我对你可谓是一片真心，像芈月。要不是昨天晕倒了，我肯定带你一起回家了。少女听到这，内心十分欢喜，呆呆地露出傻呵呵的笑容。看到对方天真烂漫的脸庞，我也是老脸一红，产生了心动的感觉。整理一番思绪，我询问起她是怎么知道我家的位置。要知道这里离公主坟至少有20公里。她低头想了想，然后忽然一下飞到半空，就那样飘着看向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猛地朝我冲了过来。我下意识伸手想去接，可她却直接穿进了我的胸口。我整个人瞬间懵住，还没弄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又一下从我胸前冒了出来。我被这一幕吓得当场惨叫，而她自己反倒像撞到什么东西一样，直接被弹飞出去，重重摔在了地板上。那副捂着脑袋坐起来的样子，看上去居然有点傻萌。我看着她那副模样，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极其离谱的感觉。谁能想到我居然会觉得一只女鬼也能可爱成这样？可还没等我多看几眼，她刚站起身，又被那身拖地的古代嫁衣绊了一下，整个人再次摔得东倒西歪。我实在忍不住开口问她：“你穿成这样走路不难受吗？”她眨了眨眼睛，似乎真的听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后抬起一只手掐诀施法，只见一层绿色光芒瞬间把她整个人包裹住。我看的眼睛都亮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法术吗？我赶紧转过身不敢再看，嘴里慌忙大喊：“我是让你换衣服，不是叫你把衣服全脱了。”说完，我立刻从柜子里翻出自己的衣服递给她，然后背对着她站得笔直，心里却忍不住吐槽：这女鬼怎么看起来呆呆傻傻的？等到身后终于安静下来，我这才敢慢慢转身回头，结果刚看一眼，我又有些发愣。我那件大码衬衫穿在她身上，居然还显得有点紧绷。我连忙伸手替她扣好最上面那颗扣子，而她则傻傻站在原地，一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样子，只是一脸认真地嘀咕了一句：“这衣服好像有点紧。”我顺势问起她接下来的打算。你以后准备怎么办？我盯着她看了一眼，你该不会真把我当你相公了吧？她想都没想就重重点头，眼神干净的不像有半点杂质。相公去哪我就去哪，相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听到这种话，我那张脸又不争气地热了起来。谁能想到公主坟里躺了千年的女鬼，居然单纯的像一张什么都没染过的白纸？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到更好的处理办法，最后只能暂时把她留下，打算先带着她熟悉现代生活。她站在镜子前，一脸新奇地盯着里面的自己，我便趁机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照做？”她立刻转过头，甜甜地回了我一句：“是的，相公。”既然她都这么说了，那我索性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教起。可当我拿出牙刷的时候，她却脸蛋一红，盯着我手里的东西发起了呆。我抬起牙刷朝她示意了一下：“你既然要住在这儿，每天早晚都得刷牙。”随后我就在她面前做了一遍示范，先教她怎么挤牙膏，再教她怎么上下刷动清洁牙齿，最后再用水漱口吐掉泡沫。谁知道我刚演示完，她下一秒就一口含住了我手里的牙刷，还用那双清澈的过分的眼睛看着我。是不是这样刷牙呀？我整个人都麻了，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把她一点点教会了。直到她刷完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她刚才用的压根就是我的牙刷。
我脑子里当场冒出一句话，这不就是间接接吻了吗？而他却像个发现新玩具的小孩一样，含了一口水凑到镜子前，咕噜咕噜的认真漱口，然后又把水干脆利落地吐了出来。做完之后还一脸骄傲的望着我。相公，是不是这样就对了？我表面装的相当镇定，心里却早被他这一套可爱操作击中了。我只能装模作样的点头。这次算你过关了。我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以后别再用我的牙刷了。为了避免再出什么离谱状况，我只好继续安排。既然你真要住这儿，回头我再给你买一套新的洗漱用品。他听完眨了眨眼，笑得特别乖巧。谢谢相公，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时候也终于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惑：你为什么会那么认定我是你相公？他一听这话，神情一下就低落下来，然后缓缓垂下了头。我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他说到这儿顿了顿，我只知道你是我相公。接着他又皱起眉，像是在忍着什么痛苦。只要再往下想，脑袋就会特别疼。他似乎在努力从混乱记忆里抓住一点东西。我好像一直在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他越说语气越迟疑，可我实在记不起那到底是什么啦。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像突然抓住了一个模糊的影子，好像是我头上的发簪。听到这里，我心里立刻起了几分警惕。看样子他果然是因为找东西才靠近我的，这种麻烦事被我撞上，到底算福还是祸，我自己都说不准。我想了想，干脆先让他回房等着。你先去房间待着，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可等我进了卫生间，刚准备解裤子的时候，却忽然察觉到哪里不对。我下意识一扭头，就看见江离居然根本没走，他正蹲在我旁边，一脸认真地盯着我手上的动作看。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尴尬的脚趾都快抠穿地板了。你在这儿干嘛？当然是在等相公一起走。空气一时间安静的可怕，我脸都快绿了。下一秒直接一脚把他踹出了卫生间，随后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反锁，只把他一个人留在门外等着。而我站在里面，一边解决生理问题，一边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虽说他现在看着单纯又无害，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露出獠牙。他的确长得又乖又漂亮，可问题是他终究是鬼，我再怎么样也接受不了人鬼真的走到那一步。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想个办法把他治走，不然和这种存在待在一起，始终让我觉得不踏实。我从卫生间出来，推开卧室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只见江离居然趴在我的床上，正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我定睛一看，差点没当场断气，那居然是我珍藏多年的限量版杂志。我一个飞扑扑了过去，结果还是抓了个空。他拎着杂志飘到半空，还一脸无巴乌的表情，接着抬手就朝我裤腰抓了过来。我被他这一手吓得差点魂飞魄散，连忙往后猛退。你又想干什么？他却满脸认真的不能再认真。我是在照着书上的内容学呀。然后他指了指我身上，相公，你应该先把衣服脱掉。我整个人直接麻了，这种事哪能随便照学？我赶紧摆手想打断他那些离谱念头。你赶紧把那本书里的东西都忘了。他却立刻鼓起嘴巴不乐意了。我才不是随便做的呢。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眼神还特别认真。你是我相公，我只会和你做。我一边退一边感觉脑仁都在疼。就算是这样也不行啊！我赶紧把话题往别处拐。咱们才认识多久？先坐下来聊点正经的行不行？可心里头另一个声音却在疯狂打鼓。我可还是处男，哪能这么稀里糊涂就被夺走？可问题是，真要是他硬来，我好像还真打不过他。一时间我脑子里甚至闪过一个极其没出息的念头，要不干脆认命算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真的乖乖坐回了床边，没有继续扑上来还原杂志里的场景。而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居然莫名冒出一点失落感。我赶紧甩了甩脑袋，把这些离谱念头全都压下去，接着重新把话题拉回正事。还是先想办法找你的东西吧。谁知我刚说完，江离又忽然一脸顿悟，他像是想通了什么关键细节一样。我明白了。书上那些人都没穿衣服，然后他居然一本正经地下了结论，所以我也得把衣服脱掉才对。说完他抬手就去扯自己的衣服，我看得眼皮直跳，脸也瞬间红到了耳根。怎么又绕回来了？我几乎是崩溃地看着他。我刚才讲了半天，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吗？可他已经一览无余地站在那里，还直勾勾地望着我。这样的话，相公是不是就能接受我了？说完他甚至一步步把我往墙角逼，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我几乎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就在我快顶不住的前一刻，我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理智，赶紧抓起旁边一件外套，手忙脚乱地给他裹上。他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后还是乖乖听了我的话。等他把衣服重新穿好以后，我才总算勉强松了口气。随后我忍不住想起一件事，便开口问他：你不是会法术吗？为什么不直接变一套衣服出来？他摇了摇头，回答得很坦然：我没办法凭空变出东西。说完之后，他还低头闻了闻身上那件衣服，然后脸颊泛红的补了一句：不过这里面有相公的味道。我差点又被他这一句噎死。一个纯情了这么多年的处男，哪经得起这种直球？我只能红着脸别开视线，低声吐槽了一句：你脑子里怎么净装这些？可看着他那副傻乎乎又可爱的模样，我心里的疑惑反倒越来越重。他真的是鬼吗？想到这里，我干脆不再绕弯子，直接把问题问了出来。江离，你真的是鬼吗？他听完一脸茫然，像是根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问，紧接着还特别认真地摇了摇头。江离才不是鬼呢！我顿时皱了皱眉。那你到底是什么？可这一次他却沉默了，只是低着头不再说话。看他这个反应，我心里大概也有了点推测，他多半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鬼，而是某种执念凝结出来的魂体。如果真是这样，那想弄清他的身份，恐怕就只能先替他找到发簪了。于是我又顺势问了一句：关于那个发簪，你还有别的印象吗？我盯着他继续追问：你知道要去哪里找吗？他听完还是摇头，不知道。不过下一秒他又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可怜巴巴的。可是我饿了，
我想吃东西。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又一次被可爱的没脾气了。虽然我心里也纳闷，魂体难道还会肚子饿吗？但我还是带着他去翻冰箱，最后在里面找出一块大饼递给他。他接过去以后，嗷呜就是一口，可咬完没多久，他就又把那块饼塞回我手里，还皱起了眉头。这个吃不饱。我看着手里的大饼，心里越发确认，他需要的根本不是普通人的食物。魂体想维持行动，显然得靠某种特殊能量。可要是人吃的东西都不行，那我上哪给他找吃的去？我想来想去毫无头绪，最后干脆直接问他本人。那你自己说，你到底想吃什么？他听完以后，立刻转头望向窗外，那样子像是突然闻到了什么美味，口水都快要顺着嘴角淌下来了。我也学着他跑到窗边使劲闻了闻，结果什么味道都没闻出来。可还没等我回过神，他已经抓住了我的肩膀，下一秒我整个人就被他拎着飞上了天。那一瞬间我差点吓得魂都飞出来，只能在半空里大喊：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可他根本没回答，只是带着我一直往前飞。等他终于落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一片小树林外。我刚一站稳，就因为强烈的眩晕感蹲在地上狂哭，好不容易缓过那阵难受劲儿。我刚想问他这是哪儿，可一抬头，整个人瞬间愣住了。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座荒废了很久的海员小学，四周阴森的厉害，看得我心里发毛。而且这个名字我总觉得特别耳熟，于是我连忙掏出手机打开导航，结果屏幕上赫然显示，这里居然就是传说中的海员村。我以前在新闻上看过关于这里的报道，虽然它离我住的出租屋只有几公里，可平时几乎没人会往这边来。听说10年前曾有开发商想把这块地方改成游乐园，结果施工期间意外频发，项目最后只能被迫停摆，这一带也就跟着彻底荒废了。我站在原地心里直发虚，忍不住回头问他，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他一边盯着校门一边咽口水，语气还特别自然。里面有好吃的。我听得头皮顿时一麻。你说的好吃的，该不会是什么邪祟吧？想到这儿，我本能的往后退了2步，甚至想直接躲到外头去。要不你自己进去吃，我在外面等你。可他一听立刻摇头，还一本正经的把我往里推。不行，我不能离相公太远。他继续补上一句，所以相公得陪我一起进去。我被他推得踉跄了几步，最后也只能认命。行行行，我进还不行吗？他听完顿时笑眯眯的贴到我背后，语气里甚至还带着点开心。相公带我去吃好吃的了。可我心里却半点都轻松不起来，因为关于海员小学的传闻，我多少知道一些。2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学生失踪案，失踪的是个小女孩，名字叫莲香。当时甚至连警察都出动了，可他们把周围搜了个遍，也始终没找到莲香半点踪迹，就连监控里都完全没有她离开的画面。结果谁都没想到，1个月之后，她的尸体竟然离奇出现在教学楼中央。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并做了尸检，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更让人头皮发麻，因为莲香的死亡时间正好就是那失踪的1个月，可尸体出现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搬运痕迹，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更诡异的是，半个月以后，学校的校长又被发现上吊自杀了。从那以后，海员小学就接连不断传出灵异事件，也正因如此，这里才会1年比1年荒凉。我一边翻着手机上的旧新闻，一边越看越心慌，脑子里止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该不会我今晚真要撞鬼吧？可偏偏江离还围着我转来转去，一副马上能吃到美味的开心样子，看得我更没底了。我当场就打起了退堂鼓。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可他闻言立刻停下动作，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后背一阵发凉。我赶紧摆手找，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当真。话都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顺便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这次能稍微靠谱一点。我伸手推开那扇布满灰尘的大门，吱呀一声过后，里面的陈旧气息扑面而来，整栋楼看起来都破败的厉害。没走多远，我们就来到了一处楼梯口。江离抬手往上指了指，就在上面。我只好顺着他指的方向往前走，最后一路来到了校长室门口。还没等我迈步进去，江离已经急不可耐地先飞了过去。他刚一进门，视线就死死锁在桌上的一把梳子上，看那副模样，明显已经把那东西当成了食物。我先一步把梳子拿起来看了看，除了摸上去有些阴冷，表面上倒是看不出什么特别。可江离却一点都等不及了，他几乎是从我手里把梳子抢过去，然后抱在怀里慢慢吸收里面的魂力。等到梳子中的力量被彻底抽干之后，他整个人都像吃饱喝足了一样，甚至还露出一脸回味无穷的表情。我看他那模样，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你这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抱着那把梳子，语气倒很自然：这里面有魂力。说完他又补了一句：只要吃掉这个，我就能填饱肚子。听他这么一解释，我脑海里立刻把这把梳子和20年前那起案件连到了一起，难不成这学校里真的藏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而这时江离已经飘到我身边，眼睛亮亮的继续开口：这里还有更好吃的。我一听连忙追问在哪儿，可他却摇了摇头，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就在附近。我原本还在发怵，可转念一想，既然都已经进来了，倒不如干脆多找找看，说不定真能挖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也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能赚钱的主意，如果这是真能运作起来，不但能让我狠狠干一票大的，还能顺理成章把江离留在自己身边。他见我表情变了，立刻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什么办法？我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开口问他：你是不是能感应到其他魂力的大概位置？他听完点了点头，大概方向是能察觉到的。这句话一出来，我心里那点算盘立刻打得噼啪响。现在公主坟的热度本来就没过去，如果我趁热打铁，继续做灵异探险直播，那粉丝和流量不得直接飞起来。想到这儿，我顿时干劲十足，立刻开始教江离怎么拿手机拍摄。我还顺手摸了摸他脑袋，给他画起了饼。只要你拍得好，我就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他一听这话，瞬间开心的不行，整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好吃的，好吃
吃的。我看着他那样，心里都快乐开花了。一个会飞，还能帮我找灵异目标的女鬼老婆，这简直就是探险直播的天选辅助。只要这一套运作的好，我绝对能借着这波热度狠狠干成大主播。想到自己以后数钱数到手软的样子，我差点没当场笑出声。不过真正开始之前，我还是先认真交代了他一句：待会儿不管出了什么事儿，第一件事儿都是把视频给我拍好。他点头点得特别认真。等直播一开，我整个人立刻换上营业状态，冲着镜头就露出熟练又兴奋的表情。我一边走一边开始介绍起海源小学的来历。我说这地方的诡异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起少女神秘失踪案，也正是从那件事开始，海源村的怪谈才真正拉开序幕。那些接二连三的离奇事件，到底只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巧合，还是说这里真的藏着某种不该出现的东西？今晚我就要带着直播间的观众一起把这地方的秘密挖出来。而在我认真解说的时候，我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那把梳子居然悄悄溢出了一缕缕黑气。江离负责在一旁举着手机给我打光，可他看见那梳子后，口水顿时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盯着那边小声嘀咕：是好吃的。不过很快他又像是想起了我刚才交代的话，于是硬生生把那股馋劲压了下去。不行，现在还不能吃。他又认真地握紧手机，我要先把视频拍好，拍完了才有更多好吃的。而我此时正好把话题带到那把梳子上，我冲着镜头一本正经地分析，说传闻中一切诡异事件的起点很可能就和眼前这把梳子有关。我说着就伸手准备把梳子拿起来展示，可就在我手刚碰上去的时候，我立刻感觉不对劲了，因为那把梳子居然在桌面上不停地自己打转。刚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江离在暗中给我做节目效果，可下一秒，一只冰冷的鬼手猛地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吓得头皮一炸，连忙朝江离那边扫了一眼，却发现他正老老实实举着手机补光，根本没动手脚。我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猛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披着长发的学院鬼正从那把梳子里一点点钻出来，还没等我做出反应，那家伙就已经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那一瞬间，我别说喊救命，就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整个人像被定在原地一样，完全动不了。我只能在心里疯狂祈祷，希望江离快点发现异常。可偏偏他那会儿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拍好视频，然后去吃好吃的。他愣是没察觉出我这边都快被掐断气了。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我手腕上那串开过光的佛珠突然猛地一亮，紧接着一股热流瞬间灌进我体内。下一秒，我居然直接挣脱了学院鬼的束缚，而且几乎是本能的反手抓住他的胳膊，接着一个过肩就把他狠狠摔了出去，连我自己都愣住了。我完全不知道那股怪力到底从哪来的。可学院鬼被摔到地上以后，立刻发出怨毒又尖利的怒吼。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吼完，他便朝我疯狂扑了过来。就在最危险的那一刻，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只说了4个字：下蹲侧身。我也来不及多想，下意识就照着做了。结果还真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他这一扑。我正震惊着，到底是谁在我脑子里说话，却见那学院鬼忽然转身就朝大门冲去。可还没等他逃出去，整个人就砰的一下撞上了一层无形的结界。而这时，我脑海里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江离让我借这只鬼练手。我这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刚才一直在暗中帮我的就是江离，有他在后面给我兜底，我胆子一下就大了不少，抬手就是一拳轰了出去，紧接着又顺势一挥，竟然当场把那学院鬼打得重伤倒地。我冲上前把他死死按在墙上，正打算逼问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可他那张扭曲可怖的脸却在我眼前开始慢慢变化，就连身上的模样也逐渐恢复正常。下一秒，他竟直接变成了一个蓝发长发的漂亮妹子，而且还当着江离的面贴到我怀里，整个人几乎都靠在我身上。他还凑到我耳边，软绵绵的开了口：小哥哥，你能不能先放开人家呀？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麻了，甚至还冒出一个特别没出息的念头，这感觉居然还挺舒服。可紧接着我就感觉背后猛地窜起一股寒意，我扭头一看，只见江离举着手机站在后面，那眼神明显已经不太对劲了。我瞬间惊醒，立刻一本正经抓住女鬼的手腕，义正辞严地训了起来：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你怎么能做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我越说越来劲，别以为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就能动摇我钢铁般的意志。那女鬼当场都听懵了。大晚上的，你跟我说什么朗朗乾坤？可我根本没空搭理他，只是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刚才江离的那个眼神是真的有点吓人，我要是反应再慢一步，说不准真得被他吊起来收拾。见硬来没用，那女鬼立马又换上了一副柔弱姿态，开始冲我装可怜。小哥哥，你相信我，我真的不会再害你了。可还没等我回话，他突然一张口，喷出一团暗红色鬼气，那东西一接触到我，我就感觉浑身的力气像被瞬间抽空，而他脸上的柔弱也在这一秒完全撕开，露出了真正狰狞的样子。你上当了。他说着还一脸得意，刚刚靠近你只是为了吞掉你的魂力。他话音里满是凶狠，现在的我可比刚才强出不止1倍。话音刚落，他就猛地朝我后背抓了过来，我咬牙就地一滚，险险拉开距离，可我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又已经扑了上来，锋利的爪子带着破风声朝我胸前直接抓下。可就在他出手的同时，他自己却明显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我的动作速度竟然在不断变快，他像是急了，直接用魂力发出一声怒吼，想强行把我震晕。可他刚扑到我近前，我却一把反扣住了他的手腕。我盯着他冷笑一声：想玩偷袭是吧？我手上猛地一用力，这回你倒是再跑一个给小爷看看。他不服气的又抬起左手朝我挥来，可下一秒我反手就是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啪的一声特别脆，他整张脸都被我扇偏了。那女鬼顿时气疯了，张嘴就要骂，可话还没出口，我第2个巴掌已经又甩了上去。我一边扇一边骂：你什么你？你还有脸在这儿跟我横？我瞥了眼自己身上的伤，火气更是蹭蹭往上窜。你看看，你把我挠成
成什么样了？说完，我直接抓住他的头发，把他脑袋按在桌上来回摩擦。我越按越上头，嘴里还不忘放狠话。小爷我来这儿探险，就是为了收拾你们这种邪门玩意儿。今天我就让正义之光照进你这鬼地方。而江离站在旁边举着手机，看着直播画面里这一幕，满意的连连点头。随后他顺手就把溢散出来的魂力全部吸进自己体内。等他吃饱之后，脸上顿时浮现出满足的笑容。好吃的。而我这边也总算按住了那只女鬼，顺势开始逼问她身份。你到底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害人？可谁知道我这话刚问出口，她眼眶里居然一下涌出泪来，紧接着便当着我的面放声痛哭。这一哭直接把我整不会了，我手都跟着松了半分，心里还忍不住犯嘀咕：我这看起来怎么像个反派恶霸似的？而她一边哭，身体竟然也在一点点缩小，那张扭曲的脸最后慢慢变回了生前的样子。当我看清楚她此刻的模样以后，整个人顿时愣住。你是莲香？我声音都跟着发紧了几分。莲香，真的是你？那小女孩则一边哭一边不停朝我道歉。我不是故意想害你的。听到这里，我心里更是惊疑不定，我赶紧顺着往下追问，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皱着眉继续问她，你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又死死盯住她。刚才你为什么要攻击我？最后我把问题问得更直接。这所学校里除了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她听到这些后，终于忍不住崩溃地哭诉起来。那些事都是他逼我做的。她抽噎着摇头，我根本不想那样。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我心里那点火气几乎瞬间散了个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说不上来的压抑。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居然能把一个小女孩逼到这种地步？我放缓了语气，伸手把她抱进怀里安慰。别怕，你告诉哥哥那个人是谁。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帮你。在我反复安慰之下，莲香终于鼓起勇气，颤抖着张开了嘴。他就是。可她的话才刚起了个头，她身后就突然裂开一道漆黑缝隙，一股巨大的吸力瞬间把她整个人往后拽去。我连忙伸手去抓，却只能勉强站稳自己，根本没办法把她拉回来。她最后只来得及冲我喊了一句：“救救我！”下一秒，她就被那片黑暗彻底吞了进去，而紧随其后出现的东西，更是让我头皮当场炸裂。一只体型比房子还高的凶鬼，竟从那无边黑暗里一步步走了出来。他刚一现身，就冲我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找死！”紧接着，他满是暴怒地盯住我。你居然敢碰我的莲香！话音未落，那家伙一拳就朝我轰了下来。光看这气势，我就知道这玩意儿绝对不是刚才那种小角色能比的。而就在我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江离已经闪身挡到了我面前。他抬头盯着那凶鬼，语气一下冷了下来：“你想对我相公做什么？”说完，他立刻念动咒诀，一层魂力护罩瞬间出现在我们身前，堪堪挡住了那一拳。可那股冲击力仍旧可怕的离谱，我整个人还是被震得倒飞出去，最后重重撞在墙上。我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视线也开始有些发黑。而江离见我被掀飞，第一时间回头看了我一眼，可偏偏就是这一下分神，那头怪物的力量竟硬生生击穿了护罩，锋利的爪子直接朝他胸口刺了过去。而我这时候已经濒临昏迷，最后看到的画面就是江离即将被那怪物整个吞没，也不知道昏过去多久。等我再次睁开眼时，映入眼帘的就是江离那张写满担心的脸。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拼尽了最后的力量，把我从那地方带了出来。此刻他正一脸高兴地看着我。相公，你终于醒来。我被他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莫名有些脸热，结果一个没注意，整个人居然直接从半空里站了起来。下一秒我就反应过来不对，我脚下根本没地，眼看就要一头栽下去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江离赶紧伸手拖住我，带着我一起飘在空中。我这才发现，我们居然已经飞到了海源小学门口。意识清醒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莲香。我们是成功逃出来了没错，可她却还留在里面，再加上那只恐怖到离谱的黑色怪物，我心里顿时乱成一团。于是我立刻追问江离，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倒是很认真地回答了我，那是个很厉害的好吃的。我听完差点没噎住，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下去。你说的是最后那个黑色怪物？我继续盯着他发问，他到底有多强？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一点，连你都打不过他吗？江离认真想了想，最后还是摇头。我现在魂力不够，还对付不了他。说完，他又把手机递回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就算刚才都已经危险成那样了，他居然还是按照我的要求把视频拍到了最后。紧接着，他又摊开手掌，一根断掉的手指赫然躺在他手心里。他看着那东西的眼神亮得发光，像是盯着什么超级大餐。我顿时被吓了一跳，指着那玩意儿脱口而出：“这什么鬼东西？”我越看越头皮发麻。你又是从哪弄出来的？他一边咽口水，一边回答得特别自然：“这是好吃的呀。”他还补了一句：“刚刚带相公逃出来的时候，我顺手拿的。”我当场看傻了，这么大一截，你打算怎么吃？我嘴角一抽，总不能还要我带回去给你炒了吧？可我话音刚落，他已经抱着那根断指，开始直接吸收里面的能量。没用多久，那东西就在他手里被吃得干干净净。紧接着，他眉心又射出一道柔和的光，直直没入我胸口。下一秒，我就感觉之前那股透支的疲惫感一下全消失了。不但如此，就连他的魂体都明显比刚才凝实了一些。我压下心底的震惊，赶忙把刚才一直憋着的问题问了出来。我昏过去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盯着他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把我带出来的？我紧接着又抛出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还有我之前体内突然冒出来的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刚准备开口，天边却已经开始泛白。太阳升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身上的魂力居然像被火烤一样剧烈消散，整个人都被灼烧的发颤。他连忙朝我这边扑过来，语气也少见地带上了急促：“先回家，回家再说。”我也不敢再耽搁，赶紧带着他一路朝公寓狂奔。等回到住处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缩进了没有阳光照到的角落里，整个魂体都蜷成一团。我见状，赶紧转身把窗帘拉严实，心里也算彻底确认了一件事：魂体果然还是怕太阳的。我顺手又把房间里的灯打开，然后一屁股坐到床边，长长叹了一口气。可下一秒，江离就直接扑过来抱住了我，他整个人几乎挂在我身上，语气黏得不行：“相公，
求贴贴。我被他这一扑搞得有点无措，连忙把他扶到床边坐好。可他刚坐下就鼓起脸，明显又有点不高兴了。我看着他那样，到底还是没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他顿时开心的像个孩子似的，而我看着他，脑子里又想起一个问题。我抬眼扫了下窗帘，忍不住开口问他：这窗帘挡光也没那么严，等太阳再高点，你是不是还得躲起来？他听完没说话，只是伸手点了点我胸口的位置，接着认认真真告诉我，相公已经和我结了契约。我一听顿时懵了。江离继续往下说，我可以进到相公身体里，他的语气很平静，只要有相公在，我就不会死。我整个人都傻住了，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想法：我什么时候和他结契约了？我自己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大概是看出我脸上的震惊，便接着解释起来。原来在公主坟那晚，我亲口说出要娶她的时候，契约就已经成立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和我就算真正绑定在一起了。只要我能帮他不断找到那些能吃的东西，他就能靠着那些恢复自己的力量。我听完差点当场裂开，脑袋里全是问号。我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你说的同为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抬头看着我，倒是解释得很直白。如果我饿了，相公就必须陪我去找吃的。他顿了顿，如果我一直吃不饱，相公也会跟着死掉。我听得心里直发凉，而他却还继续认真往下说。如果相公死了，那我应该也会一起死吧。说到最后，他的语气居然还带着点理所当然的温柔。所以我肯定会保护好相公的。直到这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自己总会莫名其妙觉得虚弱疲惫。原来不是我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状态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想通这一点以后，我又忽然想起自己体内那些不属于常人的力量，于是我立刻看向他。所以我突然能变强，也是因为你。他冲我点了点头，眼神还挺认真。现在相公是能共享我力量的。他说完又补了一句：只要我吃饱了，相公也能跟着变得很厉害。而在另一边的海源小学，莲香已经被那黑色怪物狠狠砸在了墙上，在绝对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他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发抖。那怪物死死盯着他，眼里尽是凶戾。他一步步逼近，声音阴沉的可怕。我让你去杀人，他越说越暴躁。你不听我的话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把我的事告诉别人。话音落下，他直接一把掐住了莲香的脖子，莲香被掐得脸色发白，连呼吸都开始变得艰难，而他却在他耳边继续低声威胁。你应该很清楚，他的语气愈发阴冷。如果不把他们两个弄死，那死的就会是我们。可就在莲香快喘不过气的时候，那怪物却又忽然把他搂进了怀里，像是疯了一样低声喃喃：莲香，你是我的。他的声音里满是病态的执拗。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永远都不会。他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我感觉得到，他们还会再回来。说到最后，他眼里杀意骤然暴涨。下一次，我一定亲手把他们两个全都杀死在这里。另一头，我已经下楼去了面馆，老板刚把一大碗牛肉面端上来，我就迫不及待抄起筷子准备开吃。吃面的同时，我还不忘在脑子里和江离交流。你之前说自己魂力不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快在我脑海里响起。因为我的力量流失了很多。他接着解释，想恢复过来，就必须不断汲取魂力。我一边低头嗦面，一边继续追问。那除了昨天那种东西，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恢复？江离想都没想就给了答案。像昨天吃到的那些好吃的可以。他又补充了另一种方式，吸收别人产生的恐惧也可以。听到这里，我立刻想起第一次在公主坟遇见他时的场景。看来对于魂体来说，吓唬活人并从恐惧中摄取力量，本来就是一种最直接的进补方式。难怪那些灵异怪谈里总会有各种吓人的桥段。照这么一想，那天直播间几十万人在线围观，他们产生的海量惊觉，恐怕正是江离恢复意识的关键。想到这里，我脑子也活络起来。既然直播可以，那做成视频发出去，是不是也一样有效？等我吃完面回到公寓以后，看着手机里拍下来的那些内容，我心里已经开始对这条路充满期待。这种质量的视频，只要稍微做点后期，绝对又是一个爆款，说不定还能借着观众的恐惧情绪，继续帮江离恢复不少魂力。想到这里，我立刻把素材发给了王导，让他们帮忙做后期剪辑。发完之后，我抬头刚想喊他名字，结果话才起个头，江离人已经凑到我面前了，还一脸不乐意地盯着我。相公这么喊我，感觉好生分。他皱着眉补了一句：我不喜欢。我听得一阵无奈，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改口。那我以后叫你离儿。这一下他立刻高兴起来，笑着应了一声：在呢，相公。我见他心情好了点，便趁机继续说起正事。昨晚海源小学里那个怪物，你有办法解决掉吗？我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在打新的盘算。如果能把海源小学背后的真相挖出来，做成一整个系列，那热度绝对爆炸。更何况我已经答应莲香，一定会带她离开那种苦海。江离却轻轻摇了摇头，语气里透着些无奈。现在的我还不行。说完，他又给出条件，除非能先把我的发簪找回来。我一听，立马来了精神，伸手握住他的肩膀追问：那你现在能不能想起发簪到底丢在哪儿了？他沉默了片刻，随后慢慢开口：最近吃了不少好吃的，我恢复了一点记忆。他说到这里，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委屈。我的发簪是在半年前被人偷走的。说完，他还红着眼眶看向我，像是下一秒就要掉泪。相公，你帮我找回来好不好？他低声补了一句：那个发簪对我真的很重要。我看着他那副模样，心也跟着软了下来，于是抬手揉了揉他脑袋。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绑在一起了，我看着他笑了下，那对你重要的东西，当然也得帮你找回来。他听到这话之后，顿时开心的连眼睛都弯了起来。只要拿回发簪，那个黑色怪物就不是我的对手了。我点了点头，可很快又想到现实问题。可问题是我们该从哪儿下手？我摊了摊手，发簪长什么样我不知道，小偷是谁我也不知道。他闻言仔细回忆了一回，然后才慢慢说出自己记得的部分。偷我发簪的人
好像是一伙盗墓贼，一共有3个，他继续往下补充，其中2个被我吓疯了，说到最后，他眉头轻轻蹙起，还有一个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逃出去了。他抬眼看向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簪现在应该就在那个人手里。紧接着他又补了一条最关键的信息，而且我现在能模糊感应到玉簪的大概方位。他的语气逐渐肯定起来，那个人现在应该还在这座城里。听到这里，我也不再犹豫，那就别耽误了，直接出发去找。他高兴的连连点头，而我刚准备拿手机查查关于那几个盗墓贼的资料，屏幕上却忽然弹出一条警方短信。我看完内容以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上面赫然写着提醒市民近期注意安全。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到底是什么样的恶性伤人事件，居然能让警方直接群发预警短信？而与此同时，我发给剪辑团队的视频也已经送到了他们那边。几个员工看着熟悉的画面，第一反应却是不太看好。在他们看来，如今网上这种探险视频实在太多了，除非像上次公主坟那样真碰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否则想火并不容易。可老板在看完素材以后，反而眼睛越来越亮。他说这次的东西说不定真能震动整个行业。随后他亲自按下播放键，我的解说声很快从画面里传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中一个黄毛忽然指着屏幕大叫起来，因为他看见我身后那把梳子居然开始自己打转，吓得他当场一把勒住了身旁同伴的脖子，同伴被勒得差点翻白眼，只能拼命拍他胳膊。你赶紧松手，我要喘不过气了。黄毛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松开手，一脸心有余悸。可还没等其他人开口吐槽，下一秒梳子里钻出的女鬼直接把在场的人都吓懵了。刚才还满脸不屑的那位，甚至当场就昏了过去。剩下几个人望着屏幕，脸上全是错愕。他们开始疯狂讨论，这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效果？有人怀疑这是动画 CG， 也有人猜测是桌子里藏了机关。可越往后看，他们越觉得不对，尤其是那只怪物不断溶解又重新聚合的画面，简直真实到令人头皮发麻。最让他们震惊的是，以他们10几年的视频制作经验，居然完全看不出任何剪辑和后期加工的痕迹。等视频放完以后，几个人还明显意犹未尽，有人忍不住感叹，这么精彩的内容居然就结束了。老板则是一脸笃定，他说哪怕自己已经反复看过几遍，每次重看仍旧会浑身发凉，越想越觉得这事不简单。他甚至专门查了当年的旧报纸，结果发现视频里出现的那个少女和当年新闻报道上的照片居然真是一模一样。这一下所有人都彻底认真起来了，连还没来得及正式剪辑的原始素材都已经足够把人牢牢吸住，一旦做完后期发出去，那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爆款。更何况我还提前答应过他们，视频如果真的火了，到时候分成也少不了。老板甚至当场拍板，只要收益够高，奖金绝对给他们发到位。一听这话，几个人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恨不得立刻连夜狠狠干上几个通宵。最后他们只花了2个半小时就把整条视频剪了出来。封面图里，莲香独自站在黑暗之中，那种阴森里夹着可怜的感觉，一下就抓住了人的眼球。老板看完成片以后，更是满意的不行，因为经过剪辑之后，整段视频的惊悚感明显比原始素材又往上提了一层。随后他们二话不说，直接把视频发到了平台上。同一时间，一群审核员还在对着各种作品机械加班，其中一位员工本来无聊的都快打哈欠了，结果我那条新上传的视频忽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原本还以为这不过又是哪个探险博主拿噱头骗流量，毕竟最近这种东西实在太多了，但封面做的还算有点意思，他便随手点开看了一眼。可仅仅几秒过后，他整个人就瞪大了眼，因为视频里的那些怪物实在真实的离谱，甚至让他手里端着的开水一下全泼在自己身上，疼得他当场大叫。周围同事听见动静全都围了过来，结果却看见他根本顾不上疼，反而死死盯着屏幕，一脸兴奋的不像话。他激动地冲旁边几个人直招手，说让大家赶紧过来看。周围那些同事还一脸莫名，甚至有人打趣说已经很久没见他对哪个视频能激动成这样了，毕竟最近平台上的作品大多没什么新意，看着看着都能把人看困。可那位审核员却拍着桌子一口咬定，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精品，甚至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象级爆款。其他人听他把话说得这么满，自然一个个都不太信，但还是围过去一起看了起来。结果等视频播完之后，整个工位周围直接安静了，每个人都盯着黑掉的屏幕发愣。回过神之后，第一个反应居然全是没看够。有人惊叹这种拍摄稳定性和镜头语言根本不像手机能拍出来的，也有人一边看回放一边怀疑人生，说这明明像是实拍，可偏偏又具备电影级别的特效冲击力。所有人几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视频背后到底是哪位大神拍的？而另一边，我正带着江离走在街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根据他给的线索查资料。我查到半年前公主坟附近的村子里，曾经有人见过3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那几个人一直在周围徘徊，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村民报警，警方也第一时间赶了过去，可最后只抓住了其中2个，而且那2个人本来就都是案底累累的盗墓惯犯。至于第3个，却莫名其妙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诡异的是，那2个被抓住的人精神状态明显已经濒临崩溃，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看到了什么很可怕的东西。最后警方只能把这情况归结为精神压力过大，而他们2个也因为盗掘文物的罪名暂时被关进了看守所。可这件事真正让我觉得奇怪的地方还在后面，警方在公主坟附近根本就没发现任何新挖开的土层，换句话说，他们究竟是怎么进去的？到底有没有打到洞？如果真有，那盗洞位置又在哪？直到现在都依旧是个谜。我把这些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这帮人背后可能还有别的角色，否则光靠3个盗墓贼根本不太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江离的发簪。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又转头问他，你确定偷你发簪那个人就在这边？我话音刚落，江离已经嗖的一下从我身体里钻了出来，他抬头看了眼前方，随后认真地点了点头，已经很近了。我被他突然冒出来吓了一跳。
连忙伸手把胸口捂住。你别老这么神出鬼没的啊！我扫了眼周围街道，这儿还有路人呢，万一别人看见你，我怎么解释？他却完全不在意，只是特别自然地回了我一句：放心，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让我出来就行。我顺势扫了一圈街上，才发现天都还没彻底黑，可路上的行人却比平时少得多。想到白天收到的警方预警短信，我心里顿时又警惕了几分，于是继续问他现在该往哪边走。他直接朝一旁的小巷指了过去，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正准备开口，结果下一秒就愣住了。那条巷子口此时围满了人，所有围观的人都伸着脖子往里看，脸上一个比一个震惊。我挤进去一瞧，只见一个年轻男人倒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一样，尸体都快哭掉了。那画面看得我心里一阵发凉。而在现场中央，一名警官正蹲在地上做记录，旁边还跟着个年轻助手。那位张警官一边看现场，一边问身边的人：小王，这案子你怎么看？助手低头翻了翻笔记，然后一本正经开始汇报，说死者大概率都是凌晨3点左右出事，法医那边也已经给过初步意见，身上没有明显伤口，死因则是心力衰竭。张警官听到这里，直接抬手打断了他，让他说重点。那助手赶紧指了指头顶的监控，表示目前录像里根本看不到有人行凶，所以他猜测可能是提前被人下了毒。可张警官却摇了摇头，说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法医那边已经反复确认过，死者体内并没有任何药物残留。助手被问得一时语塞，说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可能性。谁知张警官却拍了拍他肩膀，忽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鬼动的手？这话听得助手整个人都愣住了。可张警官自己却很清楚，如果真的这么对外公布，只会引发更大的恐慌。而在同一时刻的另一边，一栋废弃大楼深处，一个戴着兜帽的男人正恭恭敬敬跪在地上，把某样东西高举到面前献了上去。那东西赫然就是江离丢失的邻居，而他的前方则趴着一头体型畸形的巨婴怪物。那怪物原本闭着眼，可在看见邻居的瞬间，竟一下睁开双目，周身妖气也跟着翻腾而起。他盯着兜帽男，语气里满是阴森的满意。自己果然没看错人，从他们3个里选中他，是因为他最听话。那兜帽男立刻把头埋得更低，口口声声说自己绝不会背叛，只会永远服从主人的命令。下一秒，那件邻居缓缓飘起，悬在半空中，散发出诡异的近乎要挟的力量。怪物盯着邻居，发出低沉而兴奋的笑声。他说只要有了这东西，接下来的狩猎就一定无往不利。而同一时间，我和江离则已经去了酒吧。他说自己能感觉到邻居的气息越来越近，甚至刚才那名受害者身上也残留着一点属于邻居的味道。结果我们刚坐下没多久，他忽然整个人一震，随即压低声音提醒我：老公，我感应到了。我立刻坐直身子，他继续看着外面开口：我的邻居就在外面。他的目光落在人群中，而且那群人里就藏着偷我邻居的人。我一听这话哪还坐得住，赶紧拍下1块钱冲服务员喊了句不用找了。结果那服务员盯着桌上的1块钱，脸都差点绿了，最后实在忍不住，直接把钱拍回桌面，一脸崩溃的骂我，说我在店里白喝了几个小时白开水，最后就拿1块钱打发人。可我那会儿根本顾不上这些，抬腿就朝外面的人堆冲了过去。结果我刚想问情况，江离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他说人太多了，一时半会分辨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个，最好能一个一个接近过去确认。偏偏就在这时候，我背后忽然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女声，那女人一上来就凑得很近，笑眯眯地问我是不是也是来参加公日记的，还说我长得挺俊，问我要不要认识一下。我下意识就先问江离是不是他，结果江离二话不说，直接狠狠拧了我一脸，我差点没疼得跳起来。他还一副不爽的语气警告我，说谁要我牺牲色相去探情况了。可我那一下被他掐得太狠，手上没收助力，往前一推，直接把那个妙龄女子推倒在了地上，她摔得哎呀一声，当场就哭起来了。紧接着，四周立刻冲出来几个社会大哥，把我团团围住，他们一脸凶神恶煞地盯着我，开口就是问我哪条道上的，居然敢对他们老大的妹妹动手，还说换个地方就要卸我一条胳膊。我一看情况不妙，连忙举手解释，说这纯属误会。我先是强调自己压根不认识他们，接着又补了一句特别欠揍的话，其次，在场各位基本都是垃圾。话刚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把事说死了。下一秒，一群人果然彻底炸锅，纷纷朝我围得更紧。直到这会儿我才知道，我刚刚随手推倒的那个女人，还真就是他们大哥的妹妹。我也懒得再继续浪费口舌了，直接先下手为强，一把扣住冲在最前面那人的胳膊，顺势送了他一套脸朝地套餐，外加手肘按摩。一旁那个社会大哥见状，居然还鼓起掌来，夸我确实有点身手。我听完嗤笑一声，转头朝他回了一句：“你也别站那装了。”我抬了抬下巴，老子赶时间，你们一起上吧。这话一出，那群社会青年也不讲什么规矩了，立刻就从背后扑了上来。而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巷子深处，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叔正踉踉跄跄往前晃，一个兜帽男人忽然从暗处走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压低声音问那大叔：“要不要体验点特别刺激的东西？”大叔眯着眼看了他一眼，还以为对方是在拉皮条，直接摆手说自己对男人没兴趣。那兜帽男却面无表情，紧接着他竟用某种诡异手段催眠了那个大叔，让他沿着巷子一直往前直走。大叔果然像中邪了一样，眼神空洞的朝前走去，直到撞到一堵死墙才停下。可他刚想回头，却发现自己无论手脚都像被鬼死死抓住了似的，根本动弹不了分毫。紧接着他体内的力量开始像被什么抽取一样不断流失，全都化成一股气息，被吸进了某只怪物嘴里。而站在他面前的赫然就是那只婴儿怪。他一边吞噬那股力量，一边发出阴森得意的笑，说自己马上就能突破到4级魂灵，还让那大叔为自己成为养料而感到荣幸。可他这装腔作势的架势还没持续3秒，整个人就被我一脚狠狠干飞了出去。那怪物在地上连打了好几个滚，样子狼狈的要命。而我则先看了一眼旁边那个大叔，确认他还没彻底断气，甚至顺口还不忘给自己打广告。大叔，回头记得给本博主点个关注。那大叔捂着脖子连连点头，嘴里还念叨着一定一定，可话都还没说完，他就眼前一翻，直接晕了过去。与此同时，江离的声音也在我脑海里响起，他说邻居的气息就在那只婴儿怪身上。那怪物从地上爬起来后，明显气急败坏的不行，他冲我咆哮，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惹到了谁。
水，我也懒得和他废话，直接对了回去。那你又知不知道本大爷是谁？他显然被我激怒了，抬手就释放灵力锁链，想把我困住。可这一次，我整个人周身瞬间燃起烈焰，那些灵力锁链还没来得及收紧，就被焚得干干净净。婴儿怪当场脸色大变，显然没想到一个人类居然能破掉他的魂术。他盯着我，语气里第一次带上了几分忌惮，问我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却只是一个闪身冲到他面前，然后特别淡定地告诉他，我不过就是个厨子。说完我还故意补刀，只不过我平时喂的食客是我体内那位女鬼老婆。江离一听这话，居然还真挺配合，在我脑子里满足地来了一句，灵力真好吃。而那婴儿怪明显已经有点怂了，可我根本不给他喘息机会，一边往前压一边逼问。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我盯着他冷冷开口，你到底交不交出灵具？话音刚落，我便一拳把他狠狠干翻在地。他还想转身逃跑，可我已经一脚踩住了他的身体，随后侧头问了江离一句，你想怎么收拾他？江离语气倒很干脆，先让我把他的灵气吃了再说。可谁都没料到，那婴儿怪在绝境之下居然来了一手狠的，他直接撕开自己腹部。下一秒，江离的灵具骤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波动，我和江离都被逼得不得不闪到一旁。等那股能量稍微平息，再抬眼一看，婴儿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身后又传来了警察的喝止声。小陈举着枪，大喊着让我不许动。我听出是前几天见过的那位警察，自然也不可能真去硬刚警方，只能老老实实站那儿。而小陈显然把我当成了凶手，激动的不行，说总算把犯人抓到了。张警官也在一旁神色严肃，抬手把枪口对准了我。可他盯了我几秒后，又忽然把枪放了下来，直接说我不是凶手。小陈立刻急了，赶紧指着躺在地上的那个大叔，说那人明明和之前的死者情况一模一样。谁知倒地那大叔一听这话，居然猛地坐了起来，还冲他们嚷嚷说自己根本没死，甚至顺带替我做了证，说是我刚刚救了他一命。小陈当场就傻眼了，整个人都写满了尴尬，而我则慢悠悠拍了拍衣服上的灰，一脸淡定站在那儿。接着小陈又急忙追问大叔，问真正的犯人长什么样。大叔勉强张了张嘴，只来得及说出婴儿2个字，随后便再次因为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这一下连小陈都懵了，嘴里还忍不住嘀咕，现在居然连婴儿都能出来作案了。可他到底还是有职业操守，第一时间就打了电话叫救护车。之后他还满脸通红的朝我道歉，拳头都攥紧了才憋出那几个字，说自己误会了我。我听得直冒冷汗，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他人生第一次说对不起。可张警官这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我身上，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开口问我，你是不是摄魂者？这话一下把我问住，我当然不可能把江离的事直接说出来，只能立刻装傻充愣。可张警官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像是已经从我的反应里看出了什么，却并没有强行逼问，而是淡淡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不方便明说的秘密，这很正常。只是如果下次你能装得更自然些，也许就不会那么容易被那些东西盯上。说完以后，他居然直接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的时候，心里疑惑反而更重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盯着他继续追问。你怎么会知道那些东西的存在？张警官只是长长呼出一口气，随后摆出一副前辈姿态。小子，你只要顾好自己就行。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大人的事少打听。而他转身离开之后，站在不远处高楼穹顶上的兜帽男却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另一边，逃掉的婴儿怪正气得暴跳如雷，嘴里不停咒骂，说自己明明就差再吞一个人就能顺利升级，结果偏偏被我坏了好事。那兜帽男立刻跪在他面前，恭恭敬敬表示愿意替主人继续抓新的猎物。说完，他脚下一蹬，整个人像箭一样从高楼上跃了下去。而这时候的我，刚刚甩开警察，正带着江离一路狂奔。我边跑边在心里问他，你还能感应到邻居的位置吗？他立刻回应我，就在前面不远了。接着他又忽然提起另一件事，不过老公，你刚才可以试着自己挣脱那婴儿怪的束缚。我听完之后，也不由得回想起先前那团黑雾缠上我的感觉，那玩意儿确实麻烦得很。他随即解释说，问题主要不在灵力总量，而是我根本不会灵活运用体内共享来的力量。我听他说的头头是道，忍不住吐槽起来，你不是失忆了吗？怎么突然又懂这么多？他沉默片刻后才说，可能是因为最近补充了不少灵力，所以记忆也在慢慢恢复。紧接着他便说要教我学会外放灵气，可我看着自己双手，却依旧一脸茫然。我说自己以前不过就是个天天求点赞的小主播，突然让我学这个，我哪来的头绪？结果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妙招，整个人眼睛都亮了一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一下扑进我怀里，还按住我肩膀，让我别乱动。下一秒，他竟直接吻上了我的嘴唇，我脑子轰的一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来，意识就像坠进了某片深海。等我重新恢复感知的时候，四周早已换了场景，我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而江离则在旁边轻声告诉我，这里是他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缔结了契约，所以我才能进入这里。我刚弄明白这件事，就立刻问他带我进来干嘛，毕竟外面那只婴儿怪随时都有可能趁机跑掉。可他却从背后抱住了我，声音温柔的过分。他说这里的时间流速和外界完全不一样，外面过去很久，这里也许只是短短一瞬，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怪，而是趁机让我学会如何运转灵气。我听完还在点头，结果下一秒就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居然全没了。他居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衣物会影响我感知体内的灵气流动，如果想变强，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我整个人羞的脸都快烧起来了，可最后还是咬着牙留下来继续修炼。而随着他在旁边引导，我体内那些原本杂乱的力量渐渐开始有了清晰的轨迹，无数金色光点不断从我身体里溢散出来，像漫天飞舞的萤火。在他贴身帮助之下，我对灵气的掌控速度几乎成倍提升。也不知过了多久，我
我终于从那个内心世界脱离出来。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连自己都能感觉到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眼底像是有火在烧，力量也在身体里翻涌不休。我当即对他说：“差不多了，该去把你的邻居拿回来了。”说完，我脚下一点，整个人竟轻轻松松跃上了数丈高处，连我自己都被这变化惊了一下。可就在这时，江离却突然抬手示意我等等，他盯着远处某个方向，语气一下变得认真起来。邻居就在那边。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看见不远处有个身影正慌里慌张的逃跑，正是那个兜帽男。而与此同时，他背后的婴儿怪还在问他，今天碰上的兽魂者到底强不强？那怪物自己都心有余悸，说我的本事气势一般，真正难缠的是藏在我身体里的另一个魂灵，还直言江离的实力远在他之上。兜帽男好不容易从高处跃下，正准备冲向停在路边的摩托车，可还没等他碰到车把，整个人就突然僵住了，像是被雷劈中一样一动不动。他缓缓抬头朝上看去，而我正站在高处俯视着他。月色下，我甚至还很有闲情地冲他打了个招呼：“晚上好啊，公主坟。那第三个盗墓贼。”他一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就白了。我也顺势想起了警方之前发过的悬赏通告，于是继续往下点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叫山猫，对吧？他被我一句道破身份，整张脸都控制不住的抽了抽，而我已经从高处一跃而下，稳稳挡在他面前，接着冲他伸出了手。识相点，就把邻居给我交出来。那婴儿怪却在这时候冷笑起来，他阴森森地说：“既然我这么想要，那他就大放给我试试。”话音刚落，他便故技重施，再次引动邻居的力量。刹那间，滚滚黑焰化作潮水，朝我席卷而来，几乎要把我整个人彻底吞没。他还在黑潮之中高声讥讽，说能把他逼到这种程度的人类，我还是第一个，还说会记住我临死前的模样。可他话还没说完，我体内的力量就已经彻底爆开，只听轰的一声，那片黑焰浪潮当场被炸得四分五裂，化成滚滚烟尘消散在半空。婴儿怪整张脸都扭曲了，他完全不敢相信，明明不久之前我还没有这种级别的灵力，可现在却像换了个人一样。他气急败坏，甚至不惜强行消耗自己的本源力量，也要把我弄死。而我只是慢慢攥紧拳头，任由火焰在掌心跳动，然后冷冷回了他一句：“我刚才就嫌你废话太多了。”我一步步朝他逼近，现在给我安静点。他被我逼得又怒又惊，嘴里还在喊说：“区区一个人类把他逼成这样，简直是他此生最大的耻辱。”而江离这时也从我体内溢散出来，他看了眼我手上的火焰，居然还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要给这一击加点料。我本来以为他真就只是随便意思一下，结果他这一加，差点没把那片区域直接炸穿。那动静哪是加点料，分明就是往里塞了颗核弹。爆炸之后，我伸手把空中坠落下来的邻居一把抓住，可那婴儿怪直到这时候还不死心，拖着残破的身体拼命想扑过来夺回去。他嘴里还在绝望的嘶吼，说那是他的邻居，甚至说那是他的发簪。我听得直接骂出声来：“你个大老爷们儿，拿发簪装什么深情？”我盯着他那副模样继续补刀：“这东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你搁这嚎什么？”说话间，江离已经趁势把他溢散出来的灵力大口吞了下去。那怪物越来越虚弱，可嘴里仍然念叨说自己一定要靠邻居复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那副怪物的外壳居然一点点缩了回去，最终显露出的竟像是一个真正的婴儿。我看着这一幕，不由得微微怔住。而也就是这时，一缕残存的执念突然钻进了我的额头，下一瞬，不属于我的记忆画面直接涌进脑海。我这才看到他真正的过去，原来他生前根本就是个刚出生不久就被父母抛弃的逆婴，甚至亲手把他丢进河里的还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就是这样活活溺死的。所以后来变成怪物以后，他制造连环杀人案时，才会一次又一次重现那种窒息死法。我看完这段记忆，心里一时间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而在这之后，我脑海里也顺势冒出另一个问题：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执念和来历，那江离呢？他困在公主坟的1000年，又究竟在执着些什么？可我刚想把这个问题问出口，一截雪亮的尖刀突然毫无征兆地朝我刺了过来，我火气当场就上来了，转头冲那兜帽男就是一句：“你没事打断我和老婆说话干什么？”我抬手一挡，只听咔嚓一声，那把刀直接断成了2截。而兜帽男看着手里的断刃，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他抓着自己头发，嘴里一个劲儿的念叨完了完了，还说如果被那些人找到，他肯定必死无疑。我看他这副样子，二话不说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然后冷冷吐出一句：“我问你答，行不行？”他脸都憋红了，还是拼命点头。我见他识相，这才开始发问：“你是怎么和那只婴儿怪扯上关系的？”他被我掐着脖子，艰难地把事情说了出来，说是有个叫常总的人给了他一笔大单，他为了挣这笔钱，便又拉了2个同行一起行动。我立刻顺着这个名字追问下去：“常总是谁？给我说清楚点。”他颤颤巍巍地回答说：“常总是他们这行里消息特别灵的人，路子很广，专门给人提供情报和任务。”他说常总一开始给了他一个古旧的罐子，并叮嘱只有到了公主坟附近才能打开。可他自己忍不住好奇，提前在住的酒店里就把那东西给弄开了，结果里面钻出来的正是那只婴儿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被那怪物控制着，天天都活在窒息般的恐惧里，所以根本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后来等他们真的到了公主坟，那怪物反倒突然解除了对他的控制。他原本打算趁机逃跑，可就在这时候，他看到那怪物从坟里拽出了一只发簪，紧接着又弄死了他的2个同伴。为了活命，他只能跪下求饶，说愿意帮他打下手。那怪物这才暂时放过了他。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整个人都快哭了，一边求饶，一边不停解释，说他也没办法，因为家里还有儿子重病等着他筹钱，如果他自己死了，儿子那边也肯定活不下去。可我听完之后，心里非但没软下来，反而更窝火。这就是你给那怪物当帮凶，害死那么多无辜人的理由吗？我越说越冷，而且你刚才还想偷袭杀我。他被我盯得浑身发抖，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不停给我磕头认错，嘴里翻来覆去都是求我放他一条生路，还说至少先等他把儿子看病的钱凑够。我听得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干脆打断了他。你跟我道什么歉啊？我看着他冷声开口：你要道歉，也该对那些被你们害死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去说。我压下情绪后，继续问出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个常总现在在哪儿？可兜帽男听后却只会摇头，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常总具体藏在哪，
平时对方发布任务全都是通过手机线上联系，我一听立刻让他把手机交出来。他虽然愣了一下，但在我眼神压迫下，到底还是不敢违抗，乖乖把手机递到了我手里。我接过以后，先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输进去，随后又把手机扔还给了他。他捧着手机愣愣看着我，脸上全是不敢相信，明显没想到我居然没当场把他送去警局。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反倒笑了一声。将功赎罪，懂不懂？我慢慢收回视线，那个常总才是真正的大鱼。他听到这里，立刻像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趴在地上给我磕头，嘴里不停重复：只要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我没再看他，只是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走出几步后，我又停下来留了一句：等你儿子病好了，最好别让他再走你的老路。我说完后侧过头，语气里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不然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亲手宰了你。他愣愣地看着我离开的背影，直到我走远了都没说出话来，大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算是个好人还是个恶人。而我走在回家路上时，脑子里也在反复想着同样的问题。我承认自己心里确实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我不想看一个孩子也跟着他一起掉进绝望里。可我到底这么做是对是错，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就在这时，江离忽然又从我身体里探出身子，笑嘻嘻地凑到我旁边。老公，既然都已经做决定了，就别一直想了。他眨了眨眼，不如想点开心的事。他声音里带着点得意，比如老公帮我把发簪找回来了。然后他忽然凑近，要不今晚我们趁热打铁再修炼一会儿。我听得直接伸手把他往旁边推了一下，然后正色问他另一个问题。别闹，说正事。那个长百道，你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他听见这个名字后，神情还真严肃了一瞬，皱着眉认真思索了好半天，可最后还是无奈摇头，一点都想不起来。我当场就忍不住吐槽：你刚刚那副样子，我还以为你真能记起什么。他一听这话，立刻鼓起腮帮子不高兴了。明明是老公非要我想的，他小声抱怨着，我当然只能拼命去回忆啊。我看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模样，火气瞬间也发不出来了，只能无奈笑着摆摆手。算了，想不起来就先别想了，回家再说。他一听回家两个字，眼睛都亮了，立刻在旁边兴冲冲念叨起来，说要回家回家，甚至还小声嘀咕了一句，好像已经开始惦记我床底下那些小杂志了。听得我眼皮一跳，正准备教育他几句，我却忽然想起一件正事，于是停下脚步，伸手去掏那样东西。谁知江离这时候正往前飘，一个闪避不及，直接撞到我怀里，还把自己脑袋撞起了个包。我看着他那副捂着脑门委委屈屈的样子，心里竟然还有点想笑。不过我还是把手里的东西递到了他面前。这个刚才就该给你了。他先是一愣，等看清我掌心里的东西以后，整个人眼神都变了，因为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属于他的邻居发簪。他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接着轻轻撩开自己耳边的发丝，抬头看向我：老公，你帮我戴上好不好？我看他那副撒娇模样，也只能无奈摇头，可手上的动作却放得格外轻。我慢慢把发簪替他插进发间，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像是被定住了。他的眸子里倒映出的不再是眼前的街道和夜色，而是另一个时代的画面。那画面里，一个身穿古装的男人正温柔地望着他，他轻轻摸着他的脸，笑着说：李儿，这只发簪是我特地为你取回来的。那一幕与此刻我为他戴上发簪的动作几乎完全重叠，就连说出口的话都像跨越千年首尾相接。看着他眼里忽然涌出的泪意，我下意识也伸手碰了碰他的脸，低声安慰他：哭什么？我又没说要离开。他听见这话后，忽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力道大的让我都微微一怔，然后他盯着我，一字一顿的开口：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离开了。话音刚落，一滴泪珠顺着他眼角滑落，啪嗒一声落在地上，下一秒四散在周围的灵气像百川归海一样疯狂涌进了他头上的发簪里。紧接着他身上的衣物竟在那股力量下被瞬间撕裂开来，我看的整个人都愣住了，脑子里只剩下一句离谱的话：这画面真的是我这种没点赞的人能免费看的吗？可还没等我从震惊里缓过劲，他那边已经在金光里完成了变化，新换上的衣裙把他衬得越发动人，整个人都多了几分说不出的妖娆与华贵。与此同时，一道璀璨金光猛地从他眉心冲出，而和他共享灵力的我也立刻感觉到体内发生了剧烈变化。我闭上眼感受了一下那股力量，等再睁开时，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像被金光包裹，光柱甚至直冲夜空，把远处高楼上的人都引得注意了过来。那高楼上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红发女人，第一眼就看出这股灵力不简单，她语气里甚至还带了几分兴趣，说这股波动很有观察价值。旁边的壮汉则提议要不要过去看看，说不定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新人。可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红发女人身后那几只魂灵似乎还想趁乱做最后反扑，他们甚至齐齐大喊让同伴一起上。可红发女人只是冷冷勾了勾嘴角，随后抬手间数道红光便缠绕上她手里的枪身，只一个照面，那几只魂灵就被她全部斩得粉碎。而在另一栋老旧大厦之中，两个男人正站在窗边俯瞰着下方的一切，在他们身后还有个倒霉蛋被绑得结结实实，正浑身发抖。其中一人提起婴儿怪的气息已经彻底消失，然后问另一个人怎么看。他说自己虽然知道那怪物没什么脑子，但也没想到他会就这么栽掉。而那个被称作常总的人却只是摆了摆手，根本没把婴儿怪的死放在心上。在他看来，真正麻烦的是后续怎么跟博士交代。说完这些，他便把现场交给另一个黄发男人处理，而那黄发男也立刻会意，伸手就覆盖在那倒霉蛋头顶。下一秒，那人整个人居然被诡异力量提到了半空，像木偶一样悬着，嘴里不停喘气求饶，表示只要能放过自己，什么情报都愿意交代。可黄发男听完却只是冷笑，比起炸情报，他更享受把人折腾到崩溃的过程。而另一头的张警官似乎也在同一时间感应到了什么，他猛地抬起头，随即转身让小陈先回去，还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突然想起有家打折的鸡腿饭还没买。小陈听得满脸发愣，毕竟他师傅平时压根就不吃鸡腿。可还没等他多问，张警官已经快步消失在夜色里，而我这边则还
还在努力适应体内暴涨的灵力，刚才那道冲天的金光几乎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站在原地大口喘着气，总算勉强把那股爆棚的力量压了下去。只是短时间内，我估计还没法再剧烈动手。而江离也察觉到附近似乎有人靠近，为了稳妥起见，他当机立断决定先带我离开。随着他一挥手，周围景象瞬间一闪，等我回过神时，人已经被他带回了家里。我第一时间冲到窗边把窗帘拉上，然后回头看向他，忍不住问了句：刚才那道光不会真被人拍下来上新闻吧？他却摇头表示不用担心，说那种级别的灵气波动，普通人根本是看不见的。我这才稍稍放松些，然后坐到床边长吐了口气，心里还带着点藏不住的激动。这么说的话，我这回是不是挺强了？可江离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张口就把我拉回现实。他说我现在的水平也不过只是接近他巅峰状态的1/10而已。我被他这一盆冷水都头泼下来，整个人都清醒不少。随后我又想起他刚才恢复记忆的反应，于是赶紧问他有没有想起更多东西。他听完后抬手揉了揉额头，说自己确实想起了些片段，但只要再继续深想，脑袋就会疼得厉害。我一看他那样子，连忙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安抚。算了，想不起来就先别勉强。我笑了下，继续哄他。要是把我的小可爱想坏了怎么办？他听得顿时眼睛一亮，直接扑进我怀里蹭了蹭，嘴里还甜甜的说：果然还是老公最疼我。可我这边刚被他蹭得有点心猿意马，下一秒脑子里忽然又想起另一件大事，我猛地坐直身子。等等，视频是不是火了？我顿时整个人眼睛发亮，直接把怀里的江离往旁边一放，3小时100万播放这种事，光想想都让我热血上头。我脑海里已经开始自动播放自己成为顶流以后的生活画面，什么热度、收益、顶级待遇，全都像在朝我招手。结果我还没爽够，江离忽然在旁边喊了我一声，语气里还带着点神秘，他让我赶紧跟他进内心世界。我一听有正事，也顾不上别的，立刻和他一起再次进入那片空间。可我刚踏进去，整个人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一次的内心世界和先前完全不一样，四周竟有无数像金鱼一样的光影在半空中环绕盘旋。江离只轻轻说了一句放开自我，下一秒我和他身上的衣物便再次悄无声息消失不见。紧接着他开始用一种近乎贴身的方式引导我吸收那些恐惧之力，在他的帮助下，我对灵力的运转和掌控变得越来越熟练，那种修炼效率简直高得离谱。等我再次把力量彻底收拢回体内时，连自己都能清晰感觉到整个人和之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没过多久，我从内心世界里退了出来，双拳之上甚至还残留着淡淡金芒。而在经过这一整天的折腾以后，我总算觉得有些累了，便想着去洗个澡放松一下。洗澡的时候，我脑子里不断回放着这几天和江离经历的一切，公主坟的初见，海源小学的生死一线，还有他那种明明是魂体却偏偏傻得可爱的一面。越想越觉得离谱，我不但已经没那么怕他了，心里甚至还真的开始在意他。洗完澡以后，疲倦也跟着一股脑涌上来，我回到床上没多久便睡着了，而江离则坐在旁边静静看着我睡觉。他抬手轻轻摸着我的脸，摸着摸着，竟一点征兆都没有的解开了自己衣衫。他看着熟睡中的我，眼神柔得像水，还低声说：老公，我等了你1000年，终于把你等回来了。他声音越发轻柔，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说到最后，他那双眸子里全是满足。我现在真的特别幸福。可就在他沉浸在这份温柔时，睡梦中的我却坠进了另一个极其可怕的噩梦。梦里是一座被烈火吞没的孤儿院，天嘴巴都嘟了起来，但最后还是乖乖照做了。只见他轻轻一点脚尖，整个人便被一层柔和光芒包裹。等那光散去之后，他已经换上了新的衣服，而那套装扮一出来，我整个人都再次看傻眼了。大白天的，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句活见鬼，可转念一想，这分明是活见女神才对，而且偏偏这女神还是我老婆。我勉强轻咳一声，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态，随后才把注意力挪开一点。我看着他身上那套衣服，终于反应过来一件事，我赶紧问他：你现在怎么不怕阳光了？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发簪，一边笑得挺得意。还不是因为老公帮了我。他轻轻晃了晃头发，我恢复了一些力量，当然就没之前那么怕太阳了。说完他还当着我面把发簪重新戴回头上，然后转了个圈给我看，问我穿成这样是不是就更方便活动了。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心里那点直男审美一下就冒出来了。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句：裸足固然不错，但黑丝才是永远的事。可这话刚出口半截，我就发现他已经眨着眼睛看向了我。我顿时一个激灵，立马把后半句硬生生吞了回去，然后一本正经的改口夸他好看。结果他听完之后瞬间开心的不行，直接扑进我怀里，还说只要老公喜欢就好。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床头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是王导打来的。那家伙一接通就激动的跟疯了一样，张口就是火了，说我们直接冲上热搜第1了。我一边接电话一边顺手看了眼后台，然后特别淡定的回了句，说我已经看到了，而且顺手还点了个赞。可王导那头越说越兴奋，甚至开始跟我聊要不要趁热打铁往视频里插广告，说那玩意儿可赚钱了。我一听立刻本能拒绝，毕竟我还是想给自己留点体面，于是一本正经和他说，我可是有原则的人。谁知王导一听，反手就给我甩出一句10万块也不要吗？我刚还义正辞严的表情，当场就有点绷不住了，心里甚至已经在飞快计算10万到底能干多少事。最后我只能故作镇定的回了一句，区区10万，我先考虑一下。可我也没忘正事，趁机问他那边有没有专业运营团队，因为我很清楚以后我拍视频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多，账号运营这种事根本没空亲自盯着，倒不如索性外包给专业的人。王导本来还想推辞，说团队倒是能做，但我最好还是另请高明，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堵死了。我故意笑着提起他上次在片场偷看同事小姑娘那件事，还装模作样的问了一句，那姑娘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一下电话那头直接安静了，紧接着王导的语气就变了，几乎是当场求着我把运营工作交给他们团队。我见火候差不多了，也没再继续逗他，便主动让了一步，分成从1成
直接提到3成，还顺便说了一句：“当年我还是个没人要的小主播时，是你愿意接纳我。”这番话一说出去，王导在那边差点感动的哭出来，一个劲儿向我保证一定会把账号给我打理到最好。我也没再废话，当场就把合同给他整理发了过去。临挂电话前，我还很坏心眼的补了一句，说他偷看同事那事，其实也只是我听别人说的。这一下，估计他在电话那头是真的想哭了。挂断电话以后，我心情相当不错，顺手刷着热榜新闻挨个点赞。可刷着刷着，我忽然又想起江离恢复实力这件事，于是回头看向他，问他这次视频带来的恐惧情绪到底让他恢复了多少。他听后轻轻叹了口气，虽然确实恢复了一部分，可和第一次在公主坟时吸收的那波恐惧比起来，还是差得远。说着，他还拧出一个光球给我看，告诉我如果他恢复到巅峰状态，那颗光球本该是完全填满的。我看着那还差着一大截的光球，整个人顿时都有点傻眼，心想原来还差这么多。于是我忍不住继续问他，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再去对上海原小学那个怪物，到底有几成胜算？他这次回答的倒挺干脆，说不光是他恢复了部分力量，最关键的是我已经帮他拿回了发簪。如果他真的全力出手，那怪物基本就是10成拿下。我一听这话，整个人立刻又来劲了。既然把握这么大，那还等什么？我当场就拍板，今晚必须杀回海原小学，狠狠干翻那只怪物，顺便再把莲香那个小姑娘救出来。而江离一听又有架可打，又有灵气可吃，整个人高兴的都快蹦起来了。到了深夜，我重新戴上探险帽，整个人气势都和之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我早就不是第一次去海原小学时那个只会嘴硬的菜鸟。出发前我还故意问江离有没有看过那部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问他还记不记得男女主战船头那动作。结果我这边话音刚落，他已经一只手搭上我肩头，把我扣得死死的。我立刻感觉事情不妙，还没来得及多说，他就带着我嗖的一下冲上了天。我在半空里只来得及惨叫，说好歹让我帅过3秒，可下一秒整个人已经被他带成一道流星，飞向了海原小学的方向。等我们落地的时候，才发现校门口居然已经站着3个人了，其中为首那个短发妹子正满脸惊恐地打量着我们，甚至还脱口问了句说我们到底是人是鬼。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早在20分钟前，那3个人就已经先一步跑来海原小学踩点了。其中那个黄毛本来只是战战兢兢问了张哥一句，我们今晚真要拍这地方吗？结果话刚出口就被张哥狠狠干了一下脑门，说热搜第1的女鬼视频摆在那里，这种天降流量不来蹭，那才是真傻。黄毛却还是一脸不放心，说万一里面真有鬼怎么办，还说自己这辈子还没有谈过恋爱，实在不敢进去。张哥则继续装得一本正经，说这世上压根就不可能有鬼，年轻人就是胆子太小。结果他这边话还没说完，背后突然就搭上来一只手，那俩男的当场被吓得眼泪乱飙，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拍他们肩膀的是短发妹。短发妹见他俩这副德行，当场气不打一处来，他骂他们2个大男人居然比自己还怂，不是早就约好了在海原小学门口集合吗？怎么到这儿反倒一个都不敢进了？黄毛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在认真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做这种户外视频最起码得有点机关和特效道具吧，现在什么准备都没有，贸然进去岂不是太危险？还不如先回去把设备搞齐了再说。可短发妹根本不听，抬手就给了他一拳，说这就是蹭热度的最佳时机，再晚一点其他博主就全来了。他甚至还掏出自己的小本本，一本正经的在那儿琢磨起标题来，说这次视频不如就叫震惊，热榜第1女鬼视频净系伪造。结果他正说得起劲，黄毛忽然又缩着脖子提醒说后面好像有声音。3个人回头一看，这才发现是我和江离已经站在不远处。那俩男的顿时又被吓得差点哭出来，甚至当场求老大放弃灵异区改去颜值区拍小姐姐了。短发妹拖着这2个大男人，脸都快无语歪了。他一边解释一边朝我们道歉，说自己朋友胆子特别小，还不忘反复确认我们到底是不是人。我差点没被他这问题问笑。而张哥缓过神以后，也赶紧开始给自己找回场子，说他本来胆子一直都很大，今天会这样纯粹是被黄毛传染的。随后3个人还和我互相做了简单介绍，张哥自称张土豆，说大家叫他土豆就行，还表示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子大。黄毛则说自己是土豆哥的助手，胆子也只比他差一点。而那个短发妹则是他们从小玩到大的发小，3人一直一起做户外直播。聊到一半的时候，黄毛忽然像是认出了我，他瞪着眼看了我半天，才猛地一拍大腿，说我不就是热搜第1上那个谁吗？嘴里还差点把来蹭热度几个字给说漏出来，结果被短发妹狠狠干了一把才改口。他倒是挺激动，一脸小迷妹样子的凑到我跟前，说自己是我的粉丝，想让我给他签个名，顺便还看向了江离，问我身边这位是不是就是视频里的那位姐姐。面对这种问题，我原本还想随便糊弄过去，结果江离却在旁边一脸认真的盯着我，搞得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话说全。她是我老婆。那短发妹听完以后，看我的眼神反倒更崇拜了，可我没空陪他们闲聊太久，很快就把脸色沉下来，提醒了一句：“你们要拍可以，但最好改白天再来。”张哥一听立刻不服了，张口就问我凭什么自己能拍，别人就不能进？难不成这块地还是我买下来的不成？我只能耐着性子再解释一遍，告诉他们这里头的东西根本不是特效那么简单，他们几个要是真进去了，很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可张哥显然完全没把我的话听进去，甚至还认为我是怕别人来蹭我的热度。他说我视频里那些场景看着再真也无非就是剪辑加特效。话才刚说完，海原小学里忽然刮起一阵怪风，那股风来得极猛，吹得他们几个都快站不稳。黄毛当场就开始嘀咕，说明明天气预报说今晚没风，怎么会突然来这么一阵世纪妖风？结果等他们再回过头时，我和江离已经不见了。黄毛心里一下更慌了，甚至小声劝张哥要不今晚还是算了。可张哥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已经上来了，还在嘴硬说现在才是最该追热点的时候。黄毛连忙去拉短发妹，想让她一起劝劝，可那姑娘自己都已经抬腿往里冲了，她看拦不住人，最后也只能咬着牙一起跟上。等他们刚踏进校门的那一刻，一道无形结界便嗡的一声合拢起来。这一晚，海原小学副本算是彻底开启了。而我和江离此时已经走在那条熟悉的让我发毛的走廊里，我一边往前，一边还在心里祈祷，希望那3个人真能听进去我的警告，老老实实掉头离开。可我也知道多半是没戏了，于是只能把注意力重新放回正事上。我低声问江离：“你现在能感应到那怪物的位置吗？”他点了点头，说那家伙大概率还待在上次那个房间里。
间里。我闻言把手机直接塞进他手里，顺便熟练地下口令。行，老规矩，3、2、1，开始拍。我一边带着他往里走，一边对着镜头重新开场，告诉所有正在看视频的观众，我们此刻依旧身处海源小学内部。3天前，我就是在这里撞上了一只实力极其可怕的怪物。那天我虽说被狠狠干退了，但这几天也没闲着，一直都在拼命让自己变强。毕竟莲香还在等着我去救，所以今晚我方宁就是回来和那怪物算总账的。在一片昏暗走廊里，我们不断朝深处靠近。我一边观察四周，一边继续问江离：“怎么样？你现在感觉到他气息了吗？”他还没回答，目光却先被桌上的某件东西吸引住了。他低声提醒我朝那边看。我顺着他的视线一瞧，发现那居然是一把散发着灵力波动的木梳。我心里甚至还下意识盘算起来，这种橙色的古木梳拿去卖，估计都能抵我半个月生活费了。可我手刚伸过去想碰一碰，房间里就猛地传来一声轰响，那怪物瞬间破空而出，落地的时候整间屋子都跟着震了一下。他一出现就朝我们怒吼，说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敢回来，而且这次他已经提前布下了结界，我们就算长了翅膀都别想再逃出去。我一听顿时也乐了，直接冲他冷笑一声：“谁说小爷今晚是来逃的？”我抬手活动了下拳头，我今天回来就是拿你练级的。话音落下，我已经正面一拳轰了上去，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我的拳头和那怪物的拳头正面撞在一起。下一秒，他那只手臂居然硬生生被我打出了个透明窟窿。那怪物明显都懵了，死死盯着我，完全不敢相信。他想不通，才短短几天时间，我怎么会突然强到这种程度？甚至怀疑我上次是不是故意藏了实力。我却一脸轻松地冲他摆了摆手，笑得相当欠揍。就不能是小爷我天赋异禀，这几天直接突飞猛进了吗？那怪物一听这话，顿时气得更凶了，骂我拿他当猴耍，还说别以为只有我在变强。紧接着，他浑身上下开始发出咔咔的诡异声响。下一秒，一只钢铁般沉重的脚掌重重踩落在地，出现在我面前的赫然已经是一个彻底钢铁化的怪物。他还阴森森地冲我低吼，说要不是被我逼到这个份上，他原本根本不想用这招。随后，一颗巨大无比的紫色光球开始在他头顶疯狂凝聚，他朝我咆哮着说要把我直接送下地狱。我看着那东西都忍不住牙疼，心里一阵狂骂，好家伙，这东西打不过就开始开挂，物理打不过就改走法系了是吧？而另一边，张土豆他们3人也已经悄悄摸进了学校里，土豆还开着直播，对着镜头信誓旦旦表示，网上所谓海源小学闹鬼的视频全都是假的，今晚我就是来拆穿骗局的。可他这边话音才落，头顶上方就突然传来巨大动静，下一秒，5楼走廊的窗户玻璃在巨力冲击下轰然炸裂，3人齐刷刷抬头往上看，结果就看到我整个人竟然从高空被狠狠砸了下来。最要命的是，我坠落石头还是朝下的。那短发妹当场吓得脸都白了，说这种姿势摔下来肯定死定了。可还没等她喊完，半空中就有一道流光猛地掠过，江离几乎是瞬间冲到我身边，一把将我接住。我稳住身形后，还听见他在半空里喊了句：“老公，我来救你了。”而下面那3个人已经彻底看傻眼了，眼见我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吃瓜群众张哥他们当场炸锅，黄毛甚至声音都开始打仗，问张哥刚才那个女人是不是飞起来了。张哥还想继续硬撑，那8成只是掉了威亚，可他话还没说完，高空又是一声轰响，那钢铁怪物已经砸落在地，仅仅是落地时扩散开的冲击波都把那3个人震得差点摔倒。这下张哥也有点说不出话，黄毛更是当场崩溃，问这么大一只怪物，总不能也说是掉威亚吧？张哥还想在边说给他3分钟肯定能解释清楚，结果下一秒自己就先一屁股摔了个底朝天，到最后他也顾不上嘴硬了，直接冲另外2个人大喊赶紧跑路。可惜已经晚了，那怪物盯上他们之后，当场发出一声暴怒咆哮，说谁都别想活着离开，更说凡是敢打莲香主意的人都得死在这里。不得看着我只能咬牙追问，你到底从哪儿翻出来的？他还说的特别理直气壮，当然是在相公床底找到的呀。我眼前顿时一黑，可他压根没意识到事情严重性，反而翻着杂志继续认真发问，为什么这里面的人都不穿衣服？他又抬头看向我，他们也是夫妻吗？然后他问出了让我头皮发麻的一句，那我和相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我当时整张脸红得跟火烧一样，几乎想都没想就开始胡扯。这本书是我买东西的时候别人硬塞给我的赠品，可他明显没打算放过我，还用手指了指其中一页，我听得脑子都快炸了，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解释才好，最后只能直接冲过去，把书从他手里一把抢回来，然后赶紧重新塞回床底。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才板起脸一本正经叮嘱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乱翻东西。他倒是听话得很，立刻就乖乖点头，知道了，相公。我见他态度还算好，本想顺势和他聊聊发簪的事，可话还没出口，他却已经贴到了我身前，而且2只眼睛还一直盯着我的裤子看。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估计还在回忆刚才从书里看到的那些画面。下一秒，他像突然想明白了一样，脸上露出恍然大悟，孤儿院4个字在火光里格外刺眼，熊熊烈焰吞噬着一切，四面八方都是此起彼伏的惨叫。而在大火前还站着一个小男孩，他脚边放着一桶汽油。我顺着那个背影看过去，最后看到的居然是我自己小时候的脸。那一瞬间，梦境里的窒息感几乎要把我淹没。直到第2天早晨，第一缕阳光从窗边洒进来，我还在睡梦里迷迷糊糊想着吃的，脑子里全是包子、馒头还有年糕。结果想着想着，我居然梦见自己骑在一块又软又滑的年糕上大快朵。可下一秒，我忽然觉得不太对劲，这手感怎么真实的有点离谱。我猛地睁开眼，这才发现哪里是什么年糕，江离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已经钻进了我被窝里，而且整个人还睡在我怀里。我瞬间就清醒了，鼻血差点没直接喷出来。他这时候也迷迷糊糊醒了，还睡眼朦胧的坐起身，而那一幕落在我眼里，简直比任何刺激都要致命。我甚至在心里崩溃的感叹，这到底是我这种没点赞的人该看到的画面吗？我只是稍微多看了2眼，鼻腔里就有热流直接涌了出来。我吓得大喊别过来，然后一个翻身冲到柜子那边去找纸巾。等我好不容易堵住鼻血，这才勉强缓过劲来，随后立刻要求他把衣服穿好。他明显还有点意犹未尽。